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个灯彻底修好了。这个灯原来的故障呢就是不亮，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芯片坏了。这个芯片由于它把型号打磨掉了，我尝试用了2806，但是2806由于对电感量要求比较高，所以呢换上以后电流不好控制。那么今天呢我给它换成了7711XF， 这个芯片效果比较好，并且这个电流取样电阻我换成了2欧的，现在它的输出功率是 9.5 瓦，它的输出电压是110伏左右，也就是灯珠两端的电压。这端是220伏输入，这是整流桥，进来以后经400伏10微法的电容滤波以后得到300伏电压，一路加到灯珠的正极，另一路加到我们这个芯片的4角，不通过电阻直接给芯片供电。它的1角是接地，它的8角是通过电流取样电阻接1角，也就是接地的。那么这个就是电流取样电阻，改变这个电阻的大小就能够改变恒流源的电流大小。这个5、6角是内部功率管的漏极，接我们这个电感的一端，同时接蓄流二极管的一端。实际上原芯片是没有这个蓄流二极管的，它包含在芯片的内部了。但是呢，由于这个芯片呢必须加一个蓄流二极管，所以我给它加了一个 1N4007。这个负极接到300伏电源上，正极接在电感的一端。芯片的2角是开路保护引角，在这里呢它没有接电阻，所以输出开路电压不受限制。它的4角是接供电的，我们刚才说过了，直接接300伏的。这个是输出滤波电容，这就是输出的电感，这端这个就是蓄流二极管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记一下这个恒流源的型号7711XF。如果用其他型号相同形状的芯片不一定能够稳定工作。这端是220伏输入，经整流桥整流以后，这端是300伏正，这端接地，然后这端接灯珠的正极，这个输出电容的正极，这是一个泄放电阻，蓄流二极管的负极，然后灯珠的负极通过电感加到内部功率管的漏极，芯片的5、6角，然后通过8角通过电流取样电阻，这是1欧的，然后接地形成回路。当在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达到400毫伏的时候，内部功率管截止，这时电感产生这端正这端负的感应电动势，这端的正电压通过蓄流二极管经电容滤波以后，通过灯珠回到电感的这端，继续使灯珠发光。同时刚才在内部功率管导通的时候，在这个电容上储存了电压，电容上的电压通过灯珠的正极负极回到电容的负极，这样使灯珠不会出现闪烁的现象。当这个电阻上的电压低于一定的值，内部功率管再次导通，300伏通过灯珠的正极负极电感内部功率管的漏极原极电阻，然后回到地，使灯珠持续被点亮，如此往复循环就达到了恒流的效果。这个芯片4角直接从300伏上供电，这样呢就减少了一个限流电阻和滤波电容。有的时候个别芯片4角的滤波电容，也就是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出现问题，会出现灯光暗的情况，而这个芯片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当我们这个300伏滤波电容容量减小的时候，容易出现灯光闪烁的现象。当然这个灯常坏的是这个芯片，如果我们想让这个灯电流小一点，功耗小一点，我们就可以适当增大这个电流取样电阻的阻值，并且还会延长芯片的寿命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